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呢，我们去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呢，是我的一个朋友所建的。在8年之前，他把整个山头买了下来，然后建了一栋房子。整个这个费用呢，差不多花了80多万。房子建好了之后啊，在外面还修了一个游泳池，准备啊，在这个山头之上大干一番事业的。没想到房子建好了之后不景气，没有经营多久，整个这个游泳池呢就全部荒废了，房子呢也荒废在这块。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路面啊都是非常难走的，坑坑洼洼。下了雨之后啊，这些大块的石头都裸露出来。我的虽然是 SUV 啊，但是这样的路况我也不敢再走了，所以呢现在步行走进去。为什么这栋房子啊建好了之后没有经营多久就荒废的呢？我们走进去找一下其中的原因。还好啊，这段路没有开车下来，看这些大块的石头啊，很容易把这个车胎啊给扎破的。这段路啊还比较陡呢，房子就在前方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基本上啊完全处于一个荒废的状态了。这边用几块木板做了一道门，然后整个院子啊很宽。以前这边刚开业的时候啊挺热闹的，还可以停下不少的车辆，有附近的一些老乡啊带着孩子过来游泳，在这边露营聚餐。整个这个山头之上啊视野特别的开阔，门前的景色啊也是特别美的。其实啊，大山里面的环境是真的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我闲暇之余啊，都会走到大山里面去看这些闲置的房屋，再看一下大山里面的风景。看身后的这棵树啊，都已经开花了，白颜色的花朵。现在这个门啊已经打开了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整个院子啊，占地面积将近有2000多个平方左右，建了一栋房子，是一栋平房砖结构的房屋，上面盖的是琉璃瓦，楼层的高度啊，我们走过去可以看一下。本来这个朋友啊想在这个山头之上大干一番，还从广东那边买了一些树种过来种的，但是这边呢经营没有多久就闲置了。整栋房子呢背靠着大山，然后这边距离县城啊将近是有4公里，距离镇上啊差不多也是4公里。一路走过来啊都是砂石路面，小轿车还是难以行走的，尤其最后一段我的 SUV 啊都没办法进入到院子这边。还是老规矩啊，我们看房子之前先来看一下整个房子外面的这个景色。看群山环抱，然后整个视野特别的开阔，门前的大山一览无遗啊。对面呢零零散散的有些住户，看得出啊房子都建得还挺好的。然后这个朋友呢以前是在门口的这块位置先修了一个鱼塘，这个鱼塘呢现在里面没有蓄水，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有些朋友过来啊也可以在鱼塘里面钓鱼的。然后这边呢还修建了一个游泳池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游泳池啊将近有100来个平方左右，将近水位的深度啊有不到2米，整个底部呢是平整的。然后这边呢是修了一些台阶，可以走得下去。以前啊刚开业的时候，这边还是挺热闹的。这栋房子啊也是通水通电，整个这边的海拔将近有400米左右，到夏天啊到这里来避暑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刚刚啊我沿着房子的周边啊走了一圈，我发现啊整个这一片还是挺平整的，挺宽。然后这个鱼塘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将近有1亩5分地左右，
还挺深的，将近有3到4米深左右。把这里蓄水养鱼，挺好。这边呢，因为在大山里面都是泉水哦，都是从山里面用管子把那个泉水给引回来。以前呢，这栋房子的下方还有好几户人家的，现在那几栋房子呢，基本上好像只有一个老人家在养猪还是养牛了，其他的房子都是闲置的了。那现在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大概的一个情况。我们也通过当地的老乡询问到这栋房子为什么会被闲置在这边。因为房子建好了之后，就发现沿路过来有很多坟墓。那为什么这边坟墓这么多呢？实际上这边是靠近县城，县城呢大部分老人过世了之后，都会往这边山上送过来，在这边埋葬。所以呢，一路过来，沿途两边马路都有很多坟墓。然后一般游玩到农村里面，到了傍晚时候，别人玩的比较晚，回家的路上，好多人带着小孩子呢，可能又感觉比较怕这样的山路。时间一久，慢慢的，人越来越少，最后呢，经营不下去了。确实来到这处地方，感觉非常的可惜。整个山头，你看风景这么美，如果是进来的路换一个位置，比如说重新修一条路进来的话，那可能整个经营的状况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啊？当然，这只是我们所进来的一个亲身一个感受而已。这栋房子闲置的时间也是比较久了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盖的琉璃瓦开始慢慢的散落，尤其那个角落，好几块这个琉璃瓦已经坏掉了。这栋房子再不进行管理修缮的话，很可能对于房子的这个损坏也是非常严重的。然后这是一栋5开间的砖房，中间呢不锈钢的是大门口的位置，两边呢都是卧室。房子的进深将近有8米左右，里面呢是作为隔断，有些小房间的。房子建好了之后，基本上没有过多的装修，外墙呢都没有粉刷，只是做好了大门，然后窗户呢也装上了玻璃。在那边上呢还有一处厢房，以前呢是准备作为厨房来使用的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只是建了一个大概的房屋框架，里面呢也是没有过多的去装修。门前的这一块呢，将近是有400个平方左右，一直到我们刚刚入口的位置，所以整个院子呢是可以接纳下很多这个游客过来游玩的，停车各方面都是挺不错。然后这边呢还可以露营烧烤，是不是这个朋友说这栋房子这样子闲置是太可惜了，如果是有人想和他合作，他是说如果通过我的视频我来在这边给他经营，或者一起来合作，把这个地方给盘起来，给利用起来，这样子呢不至于让他这样子荒废，可能要更好一些。刚才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实际上这个朋友呢，他最担心的一点，也就是如这些外面来的一些朋友所想的，在这里玩的时间比较久傍晚回去的话，连路很多座坟墓，然后确实带着小孩子不太方便。他也买了一些沙子，准备把这个位置呢好好的修一下，但是想着想着呢，他觉得再投资下去可能看不到回报，所以他现在也是非常的纠结。那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样的环境应该是很喜欢的，肯定很多人就想到，这栋房子能不能给它买下来再修缮一下。那我这个朋友也说了，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话，这个也是可以商量的。我们走进这个厨房去看一下。这个厨房也是3开间，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客厅，中间是没有隔断墙的，然后大门进来
这边呢是厨房的位置，这里应该是一个餐厅。建好了之后啊，基本上就没有装修，整个地面呢也都没有硬化，太可惜了，花了不少的钱，没有好好的给利用起来。整个这个厨房啊，我看了一下啊，客厅的这一块啊，将近都有70个平方左右，那边呢将近有30多个平方。整个这块啊，给它用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中间呢是用木头做了一根立柱的支撑，上面呢是用这个木头做了台梁，再盖的瓦片，看起来啊好像挺不结实的，看着都有点让人有点可怕，是不是？只有小小的一根柱子把中间的台梁给支撑起来了。这个朋友啊，也知道我平时改造的房子还比较多，也有经验。他让我来这里的目的呢，也是看一下这栋房子啊，如果给它全部完善下来，比如说这个外墙、还有内墙、还有地面、还有院子，给它全部装修一个遍，完善起来，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入住状态，究竟啊还需要花多少钱？以我个人的一个计算啊，整栋房子5开间，加上这个净身，加上这个厨房，将近是好几百个平方。给它全部装修的话，这笔费用啊，少算的话应该还要15到20万左右，还要购置一些家具，所以这笔开销呢，将近还要30多万。那我朋友说，投资这个下去到底能不能得到回报？他现在啊心里确实没有个底，挺纠结的。这样的一处地方，大家觉得是否值得继续投资下去呢？那这期的视频啊，就为大家拍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